大概1个多月以前呢，哈曼那边呢来问我有没有兴趣去测试一下他们的新的那个胶卷，然后说这么快就有新的卷吗？上一次凤凰那个卷是不是有所升级啊？他们说不是，是另外一个完全新的东西。OK， 我说好，你给我看一下，结果就给我拿来了这个这个 Red 呢是他们最新推出的一个新的这个胶卷，在今年情人节上市。那我问了一下它的这个卷的这是什么一个风格，然后给了我一个说明，看哇，就是一个沙漠风暴的这么一个样子，然后脑子里就会想出很多很多的想法出来，说这个卷到底是可以拿来拍什么的。因为你很显然它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卷，它拍的时候可能也不可能会有正常的表现和色彩，所以它满脸通红的这个样子到底是适合什么样子的这个题材，我想了很久很久。然后呢我就去了我最常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前滩太古里啊。前滩太古里呢是上海也算是顶级商圈之一啦，慢慢的在形成一个非常高端奢华的这么一个氛围。我一直是会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卷呢，它需要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题材去表现，它并不是那种什么题材都可以去拍的，你去拍人，你去拍风景，拍静物建筑，因为它蒙上了一层像沙尘暴一样的这个颜色的以后呢，你得说明清楚为什么你要用这个卷去拍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我其实并不是很好奇它这个卷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表现，从它之前给到的这个样章，以及我之前拍凤凰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它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其实更多的考虑是它适合拍什么。它很显然它有个很窄的一个应用的这个题材，那我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那种反乌托邦的赛博朋克的那种环境啊，所以我跑到太古里呢，主要就是拍它的那些顶级奢侈品的橱窗陈列，去 window shopping 一下，用我的徕卡 MP 再加上50这个143的这个镜头呢，去逛了一下。一卷36张其实拍起来是很容易，因为那边有太多的这个奢侈品品牌，有很多的很漂亮的这个橱窗的摆设和设计，然后也有很多的，我们知道那边有很多的这个珠宝啊、手表啊、奢侈品包包啊、化妆品啊等等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呢，我甚至于我去买了同款的 Lomography 的 Red Scale， 因为我觉得从样章上来说，他们两个卷其实技术层面是一样的东西啊，是一样的东西，它都是拍出来这种黄黄红红的东西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还没拍啊。他给到的这个技术文档呢，会说这个卷呢，它是从标称是125，但是它是可以从80一直拍到400都没有问题，然后只是你过曝和欠曝，你 push 和 pull 的话呢，它的颜色就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所以呢，我基本上因为拍凤凰卷习惯了，我都是拿ISO 100来拍的，所以呢，我这次呢也是拿100来拍的。然后呢，刚刚洗出来。这个卷呢非常的特别，是在于从底片上看的话，它只有蓝颜色，它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颜色，
拿在手里的话，这个卷在阳光下看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蓝晒作品，非常非常蓝，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蓝啊，这个通体的蓝颜色。它不像我洗凤凰卷，它里面是有那种各种各样的蓝、绿、紫，然后来反映各种各样的颜色。然后很显然，它把它反过来了以后，它就是一个非常橙色的这么一个卷。你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这个颜色，它只有一个颜色，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单色卷，但只是它给加上了一个橙色的一个像色罩一样，像滤镜一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这个卷的这个编字啊，它这个编字呢上面写的呢还是 Harman Phoenix， 还是 Harman Phoenix 200，所以我非常有理由怀疑它和那个凤凰啊，它是同一条生产线，它连编字都懒得去改，然后就直接据说啊，它是把那个涂层反过来涂了一下，然后让红色优先感光，然后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东西啊，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从 Lomographic 的这个技术文档上面有说，的确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卷其实两个是可能是一回事，然后呢，因为洗出来它就是这个样子，这么没有色罩的蓝晒的这么一个作品，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到了我的电脑上，把它扫出来看，然后扫出来第一张就被惊呆了，因为你会发现说这种因为我是用那个100拍的，应该稍稍有点那个有点过曝，然后在这个环境下，它出来的是一种金黄色的一种色调，然后这种金黄色的色调搭配这个顶级奢侈品品牌的那些橱窗呢，真的是非常的 match， 无以伦比，就是顶级奢侈品品牌给到的就应该是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对不对金色的给到你一种浮华，纸醉金迷，奢靡，全是钱的感觉，全是钱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我自己弄完以后，我发现就是我之前的这个思考，我选对了一个题材，就是它是很适合拍这种纸醉金迷的顶级高端奢侈品的那种味道。那个味道在它的那个橱窗的这个陈列下，那种光，那种营造的那种想要你花钱的那种感觉呢，真正的在这款胶卷上面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体现。你拍完你就会觉得说好有钱哦，金灿灿的，好有钱它这个金色的金调子，然后里面夹杂了一些红，夹杂了一些棕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对奢侈品，对这个有钱阶层的一种刻板的印象，就是那种样子。所以呢，我找到了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视角，就是顶级奢侈品的它的这个展陈和陈列。但有人会说，那你这个卷的这个应用范围也太窄了，是吧？是的，其实呢，你是可以拿它去拍夕阳、拍黄昏、拍大漠，来展现那种末日的苍凉，那种雄浑的那种感觉，我相信也是可以做得到的。那它那个调子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在我的这个这次的这一个卷的这个试拍当中呢，我也是感觉到它拿来去拍，用钨丝灯打的非常暖调的金色的金碧辉煌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的 OK 的。那是真的是让我觉得说一下子觉得哇，这个爱马仕或者说 LV 这个价格又可以往上涨一涨了。这个卷呢，洗出来看呢，它和凤凰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拿100度去拍，这是必须的。第二呢，颗粒还是很粗，对比度还是很高，只不过呢，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去掉了，变成了一种就用红色这个感光层优先感光的那种金黄黄的带有夹杂的一丝这个红的这么一种感受。但实际上如果你是过曝去拍的话呢，
它实际上会更多的呈现金黄色的那种色调。所以我开玩笑的说，这个卷才是真正的 Golden 100或者说 Golden 200啊。那个柯达的那个金200那个黄，那只是就是它可能会对金色或黄色或红色会更敏感一点，但它真的是完全只有一个调子，所以它就是一个单色卷。或者说我在我的那个拍摄过程当中，我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颜色。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次再见，拜。